Hello Hello， 耳机里、屏幕前的各位朋友，大家好呀！我是你们的主播青青杨，又在这个熟悉的时刻和大家见面啦。今天咱们聊的这个话题特别戳心，我相信屏幕前的每一个人都曾在某个深夜反复问过自己一句话：如果当初不那么选就好了。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？后悔当初没有好好读书，现在被学历困住，羡慕别人能轻松选择喜欢的工作，后悔当初没勇敢表白，错过了那个满眼都是你的人，后来再也遇不到这么心动的人，后悔当初冲动辞了职，裸辞后在家待了大半年，焦虑到睡不着，工作越找越迷茫，后悔当初太固执，和父母吵得面红耳赤，不肯低头，后来想好好沟通，却少了很多机会，甚至后悔当初买了那件衣服，吃了那顿大餐，借了那笔钱，每一次想起都觉得懊恼不已。我们好像总是被后悔缠得死死的。一件事过去很久了，可只要一想起，心里就堵得慌。一个决定看似微不足道，可后来的每一次不顺，都要把它拉出来怪自己。我们总说，要是能重来就好了，要是当初听别人的就好了，要是不那么冲动就好了。可青青杨想问问大家，你有没有发现，后悔的决定从来都不是偶然，而是有迹可循的？今天咱们就好好拆解一下，为什么你总为过去的决定后悔？我们又该怎么和那些错的选择和解，不再被过去困住？先和大家讲一个我身边的真实故事，是我的一个读者，叫小林。小林今年28岁，他跟我说，他现在每天都活在后悔里。他后悔的第一件事是大学毕业时没有听父母的话，留在大城市打拼，而是听了朋友的劝，回了老家考了体制内。他说，我当初觉得大城市压力大，房租贵，朋友说老家稳定，有父母照顾，多好啊！可现在我看着大学同学在大城市升职加薪，开阔眼界，每天都过得很精彩，我就特别后悔。我觉得自己的人生一眼就能看到头，每天重复着一样的工作，一点激情都没有。她后悔的第二件事是3年前谈了一个男朋友，因为一点小事吵架，她一时赌气提了分手。后来她才发现，那个男生真的很懂她，包容她的小脾气，愿意陪她做所有事。可当时她太要面子，不肯低头，等她想回头的时候，男生已经有了新的感情。他说，我现在每次刷到他的动态，看到他和现在的女朋友很幸福，我就恨不得抽自己一巴掌。要是当初我不那么任性，是不是现在陪在他身边的就是我了？小林说，他每天睡前都会翻来覆去想这些事，越想越难过，甚至开始怀疑自己，是不是我做什么决定都会后悔？是不是我天生就这么倒霉？其实小林的经历不是个例，我们很多人都和小林一样，被后悔裹挟着，走不出过去的阴影。可你有没有认真想过，到底是什么让我们一次次陷入后悔的循环？我总结了3个最核心的原因，每一个都戳中了我们的痛点。第一个原因，我们总在事后用上帝视角评判当初的决定，这是最让人无奈的一点。你想想，当初做决定的时候，我们面对的是什么？是有限的信息，是不确定的未来，是当时的情绪，是身边人的建议，还有我们自己的认知局限。就拿小林来说，当初他回老家考体制内，是因为当时他刚毕业，手里没什么积蓄，大城市的房租、通勤压得他喘不过气。他当时唯一的诉求就是稳定，不用吃苦。那个决定是基于他当时的认知、能力和处境做出的最优选择。可现在他回头看，却用了上帝视角。他忽略了当初自己的困境，只看到了同学现在的光鲜；他忽略了当初分手时的情绪，只看到了现在的遗憾。我们总忘了一个事实，当初的我们没有现在的阅历，没有现在的能力，也没有现在的信息。
就像你小时候不可能做出成年人的选择，你不可能用现在的认知去要求当初的自己，用现在的高度去评判当初的选择，本身就是不公平的，也是最容易陷入后悔的根源。第二个原因，我们太执着于完美的选择，接受不了不完美的自己。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，爱后悔的人大多有一个共同点，追求完美。我们总觉得人生应该有一条正确的路，读书就要读名校，工作就要选热门的，谈恋爱就要找能结婚的，每一步都要走得精准无误，不能有一点偏差。可现实是，人生根本没有完美的选择，只有适合当下的选择。你选了大城市，就要承受加班的辛苦、房租的压力、独处的孤独。你选了回老家，就要接受稳定的同时，可能少了一些激情和机遇。你选了一个人，就要接受他的缺点，包容他的不完美，而不是期待他变成你想要的样子。我们后悔，本质上是因为我们接受不了自己当初选错了，接受不了自己不是完美的。我们把决定和自我价值绑在了一起，决定错了等于我不好，等于我没能力，等于我活该过得不好。可其实决定没有对错，只有适合不适合。就算当初的选择后来带来了一些不好的结果，也不代表你很差，只能说明我们在成长中慢慢有了新的认知。成长本来就是一个不断修正选择的过程。第三个原因，我们总把后悔当成逃避当下的借口，这是最隐蔽也最可怕的一点。很多人看似在后悔过去，其实是在逃避当下。你想想，小林后悔留在老家，可他有没有想过，他现在在体制内有稳定的收入，有父母的陪伴，不用为房租发愁，这本身就是一种幸福。可他盯着同学的生活，盯着自己没选的路，就忽略了当下拥有的一切。后悔过去比面对当下容易多了，因为过去已经过去了，不用再付出努力改变。而当下需要我们面对责任，面对压力，面对改变，很辛苦。所以我们宁愿沉浸在后悔里，说要是当初不那么选就好了，也不愿承认我现在过得不好，是因为我没有好好经营当下。我见过很多人因为后悔过去，一直停在原地。他们每天抱怨当初要是好好读书就好了，却不肯现在花时间学习。他们每天后悔当初要是好好工作就好了，却不肯在岗位上多付出一点。他们每天遗憾当初要是好好珍惜就好了，却不肯在当下好好爱身边的人。他们把后悔当成了一种情绪宣泄，却忘了真正能改变现状的从来不是后悔，而是行动。讲到这里，可能有人会问，青青杨，我知道这些道理，可我就是控制不住后悔，到底该怎么办？今天青青杨给大家分享4个止悔的方法，都是我自己亲身实践过，也帮很多朋友走过困境的，希望能帮到你。第一个方法，停止事后诸葛亮，和当初的自己和解。以后当你再后悔的时候，试着对自己说一句话，当初的我已经尽力了。你可以试着想象一下，当初的自己站在你面前，一脸迷茫地问你，我该怎么选？那时候的你会怎么回答？你会指责他吗？会嘲笑他吗？不会，你会温柔地告诉他你的顾虑、你的想法，你会支持他的选择。那现在为什么要反过来指责当初的自己？你要明白，当初的选择是当时的你能做出的最好选择。和当初的自己和解，就是放过现在的自己。第二个方法，把后悔变成复盘，而不是内耗。后悔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只后悔不反思。如果你真的觉得当初的选择有问题，那就好好复盘，而不是反复纠结。问自己3个问题：一、当初做这个决定时，我最在意的是什么？2、这个决定给我带来了哪些不好的结果？我学到了什么？3、现在的我能做什么来弥补这个遗憾？
比如，你后悔当初没好好读书，那现在就利用业余时间学习、考证书、学技能，而不是每天唉声叹气。你后悔当初辞了职，那现在就好好提升自己，做好职业规划，而不是一直焦虑。复盘是为了让未来的选择更清醒，内耗只会让当下的生活更糟糕。第三个方法，专注当下，把没选的路变成脚下的路。人生没有白走的路，每一步都算数。你选了大城市，就好好打拼，提升自己，争取升职加薪，享受大城市的便利。你选了回老家，就好好经营生活，陪父母，培养爱好，过安稳踏实的日子。你分了手，就好好爱自己，提升自己，等待下一个对的人，而不是一直活在过去。别总盯着没选的路，那只是一条想象的路，再美好也不属于你。你脚下的路才是真实的，才是能改变的。我有个朋友，当初选了创业，亏了很多钱，一度很后悔，觉得自己太冲动了。可后来他复盘了自己的不足，重新找了工作，一边工作一边积累经验。2年后，他又重新创业，这次成功了。他说，如果当初不亏那一次钱，我可能还不会懂得创业要稳扎稳打，后悔没有用，把当下的路走好才是最重要的。第4个方法，接纳遗憾是人生的必修课。最后，青青阳想告诉大家，人生本来就是由无数个遗憾组成的，没有谁的人生是完美的，没有遗憾的。你后悔的那些决定，那些遗憾，都是你人生的一部分，它们不是错误，而是经历。我们要做的不是抹去这些遗憾，而是学会接纳它们，接纳当初的不完美，接纳当初的选择，接纳现在的不顺利。就像我之前说的，小林如果能接纳自己的选择，他会发现老家的稳定也是很多人羡慕的。如果他能接纳自己的遗憾，他会好好经营当下的生活。或许有一天，他会遇到一个能陪他走过余生的人。真正的成熟，不是从不后悔，而是学会和后悔和解，带着遗憾依然好好生活。最后，青青阳想对正在听节目的你说一段心里话。如果你正在为过去的决定后悔，别责怪自己，别苛责自己。你要知道，你不是一个人，我们都曾在后悔里徘徊。但请你记住，过去的已经过去了，未来的还没到来，只有当下是我们能抓住的。别再为了过去的选择消耗现在的自己。好好吃饭，好好睡觉，好好工作，好好爱身边的人，把每一个当下过好，就是对过去最好的和解，也是对未来最好的交代。愿你不再被过去的后悔困住，愿你能接纳所有的不完美，愿你脚下的路越走越宽，愿你往后的人生少一些遗憾，多一些圆满。好啦，今天的播客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啦。我是青青阳，一直在这里陪着你，倾听你。如果你也有后悔的故事，欢迎你在心里悄悄告诉我。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期播客不见不散，拜拜。